和好胜心强的搭档一起合作是什么体验？疯狂的体验。你刚才那下好做作呀！我再，对不起老师，我俩第一次当主持人没经验啊，请你们谅解。挺好玩，挺好玩。再来啊！训练以外，咱们各自的爱好。平时会学习书法、演讲、日语、英语，最近也在学习一些专业的声乐。我比较喜欢开车，喜欢自由。对，分享一下当下认为对方的迷惑行为。太多了。我最迷惑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韩聪哥只用了短短10几天就把脸吃圆了。臃肿，不能说臃肿，华贵。对。那你喜欢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啊？我喜欢穿休闲装，但是呢要有设计感。很官方，很官方。你呢？平时我喜欢穿汉服，包括汉服跟一些时装的混搭。你说你不懂我的审美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有时候买特别贵的衣服，但你穿上并不好看。你有喜欢看哪本书或者电影吗？我特别喜欢看《哈利波特》。我是在医院那时候手术的时候，然后当时医生给我推荐了一本书，叫《失明症漫记》，主要讲的是这种，一开始是一个车祸的现场，突然发现这失明的患者把所有的这个快问快答哥。说说你小时候，家人不同意你选择滑冰，这事儿我都不知道。我跟你说过，采访的时候好几次，一看你就不关心我，是因为我小时候学习比较好，然后父母都觉得可能学习这面要比滑冰这面更好。那时候差不多是零下都有30度，那个东北嘛，咱老家每天都下雪。然后我妈说，那你还去不去学滑冰了？就为了治我不想让我滑。我就说，那我想滑呀，那想滑你今天走去。然后他就走在前面，然后头也不回，我就在后面一边哭一边走。到了冰场，走了2个小时，2个小时以后，裤子下面全都是湿，眼泪跟大鼻涕，然后还有血都粘成一块儿，有个板儿，有个冰霜的面具，然后一直哭啊。走到冰场以后，我妈问你还滑不滑冰了？我说我还滑冰。你小的时候说不爱滑冰，那谁让你去滑的呀？对，是我爸我妈还有我老师。然后呢，我很不情愿去学这个，但是最后经过这种连续说服式教育，然后他们说以后好歹你有一技之长，你能去找一份工作。那你从排斥到喜欢用了多长时间？从学双人滑，我本来是排斥的，我排斥主要是因为小的时候吧，我也是这个学滑冰学跳舞的，我很清楚记得我是大队文艺委员，又是班长，又是体委，一堆的这些头衔。凡尔赛了就是。最后一年我记得是我带着我们班那几位最好看的女孩，都是我挑的啊，我去跳弯弯的月亮，相当于。后来我就觉得我就应该想要平淡一点，所以说自从学了双人滑吧，好歹有这个举的那个，比如说举杠铃啊，我没有觉得说自己还会像以前那种感觉会纯纯的在跳舞。我更多的是觉得这项运动里面带给我的，让我不停的在收获这种荣誉感。说说以前为什么没有把我照顾好，没把哥哥的角色当好？在小的时候，我觉得过于追求了成绩的提升，在对于你的照顾上这些问题上根本没有产生过很好的一些思考。说说我控体重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？那是教练让量的，是教练让量，教练没有要求饭前饭后是一样的。教练说没说，反正得这么去做。我的执念在合作中对你来说帮助有多大？因为从最开始我跟你滑双人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目标也不太明确。其实有一些男伴来，就身材更好的男伴来看到我，希望可能想跟我滑，但是那个时候，我就是觉得，在他们身上看不到那种执念，看不到那种对于目标的渴望跟追求，所以我很坚定的去选择了你。合作中呢，我比你感性，对你有什么影响吗？一会儿疯狂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闹，然后呢，在创作上呢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灵感性的东西，
我是一个很自我的、独立的一个人。OK， 我不需要去其实过多的介入我，因为常年我也习惯这种模式。所以说，你给我的这些东西呢，我就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是一种甜蜜的负担，并且我也愿意。累赘了，就是。分享各自眼中对方温暖的时刻，谁更会照顾人？你更会照顾人，因为在这最后这个4年当中，我发现我的身体每天都确实是很差的一个状态。你带给了我很多的这种鼓励帮助。有的时候可能氛围痛多一点儿，但是还是感谢这么多年就互相扶持，都给了对方很多鼓励。对，分享一下收到彼此最难忘的礼物。奥运会前他说我压力大，给我买了一个出气的驴，当然给送那个也很贴心，但是确实不实用。在刚开始滑冰，我们取得了一次好的成绩那个阶段，你爸爸特别给我买了一台那个苹果的大电脑。那我买的，怎么我爸爸妈妈？但是钱是你爸妈出的，我挣奖金出，我挣的奖金。你奖金不够，你的奖金绝对不够。一年全青少年冠军等不够的呢。听我说，你对我建立起信任感是什么时候？那我从第一开始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坚信信任你了。而且，其实，在后期，两个人身体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，也出现了很多的意外。那我也是义无反顾的说从，甚至有的时候一天都不歇，立马就回到了冰场上。我的个性对你有没有一些什么影响呢？你的点呢，阳光外向，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哭起来呢，我就很担忧。然后呢，有时候笑起来呢，我就跟你确实很开心，你能感染着我，还是那当年没长大的孩子。其实你对的个性也对我有很多影响，比如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很严厉啊，就是在告诉我做什么的时候，然后你在太阳底下吃着冰棍看着我跑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怎么那么难熬那段时间。但是再后来慢慢来到北京，其实我们有一个时间需要平衡，我们两个也是在想如何去找到自己的方向。其实网上有很多人磕我们 CP 啊，你是怎么看的？我觉得磕 CP 这个问题呢，确实，不太适合于体育这个项目。我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是孩子家长说，看到我们一双人滑就是这个在磕 CP， 在炒 CP， 然后呢，妈妈看到说，那我们以后不学习这个项目吧。我跟韩同国其实也都是可以被称之为宝藏男孩跟宝藏女孩。我觉得人生都是惊喜，何必要关注于一点呢？那我其实很小的时候一直给我一个定位，就是叫斜杠青年。那我现在也是不断的努力去在尝试的去迈出那一步。什么是斜杠青年？就斜杠，我同时可以干好几件事儿。对。男女成为恋人之外，你认为最好的关系是什么？那如果说我们两个真的是恋人关系，那我今天我这个体重重了，韩松那边就说没事儿啊，你多吃一点吧，可能就100斤了，那可能举动吗？那可能韩松哥那边是说，我这边胯疼腰疼，我说没事儿，今天休息吧，别练了。那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远。我觉得只有最好的一个关系和距离，才可以促使对方以一个特别良好的状态去督促对方，去不断的促进两个人进步，成就彼此。成就彼此。最好的关系其实也像我们一样，这个友情、亲情挂于一身，还能去完成这么大的比赛的任务，然后还能够夺得这个冬奥金牌。我真的觉得就挺珍贵的，而且这个感情是很坚固、很牢固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的好，真的是能一起干事的人。很快就是我们15周年组合纪念日了，我们多久没有一起唱歌啦？对，我们上次一起唱歌，好像确实在车里面对，放着小哪吒。小哪吒，我还有一段唱破音的录音。那唱一首，一起哼2句吧。寻找光亮的方向，把你遗忘，回忆这就成我倔强的模样。我要以黑暗夜里的光，换得一曲唱歌的笑。我都假音了都。他的生命中坚持唱完。